说着，还露出了些许尖锐的牙齿，呲着牙，装出凶狠的模样。蓝忘机手轻轻在他腰侧一捏，魏无羡整个人登时软了下去，气势全没。魏无羡对上那双琉璃色的眸子，魏无羡打趣道：“好啊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现在你越发厉害了。”韩光君这个称谓在魏无羡的嘴里，仿佛成了调情的工具。魏无羡感觉到腰间加重的力气，继续趁热打铁，胡说八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怎么做的？我都不知道。还是说你私下里在？”话没说完，便感觉唇上一片温热，等看到蓝忘机泛红的耳尖，不禁心中窃喜，还是那么羞。分开的时候，蓝忘机在魏无羡的下唇轻轻咬了一下。魏无羡穿好衣服，将衣襟上的褶皱抚平，蹦了几下：“我走了。”蓝忘机，魏无羡，你就没什么要和我说的吗？蓝忘机，魏无羡，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蓝忘机叹了一口气，走上前替他整理好了翘起来的衣领，仔细打量了下，道：“中衣宽了些许。”魏无羡转了一圈，道：“确实。”言语中带了些挪余的笑意。“我看你和我差不多，原来你身材比我好。”蓝忘机替他整理衣领的手指全曲起来。魏无羡哈哈一笑，趁他不备亲了一口，一溜烟没了影，只留下一句空荡荡的话：“等着我呀，蓝湛。”蓝忘机手指轻轻抚过那一片脸颊，唇角微扬，求之不得。要说魏无羡平常究竟住在哪里，他自己也没个数。作为九尾灵狐，腰中独领风骚的存在，应该早就府邸遍布，妖姬在怀。那些小妖们要是知道现在的魏无羡还居无定所，估计要被惊掉下巴。他是玩到哪里就睡哪里，欺负小妖怪，捉弄几个人类修士，运气好点遇上个客栈就住，没有客栈就随便上个树，实在不行往草堆里面一滚，以天为被的为床，反正也不会生病。凭他的修为，在人类面前想要伪装成人，实在是太容易了。不夜天一战后，他就在旁边逛了会儿，恰巧遇上了蓝忘机，便想着要逗逗他，一路跟到了他们歇息的地方，钻进了蓝忘机的屋子。自然可也，魏无羡啧啧叹道：“真是天道好轮回啊！”蓝忘机整理好被魏无羡摧残的乱七八糟的房间，整理好自己的衣衫，盖住了被魏无羡昨晚上划出的痕迹，拿起佩剑下了楼。蓝思追等一众小辈本来正在吃着早餐，期间不时有人偷偷讲着几句话。坐在最外面的那名弟子看见蓝忘机，立即打了个暗号，所有人登时噤声，恭恭敬敬起来行礼：“韩光君。”蓝忘机轻轻了一声，便出去和其他长辈们会合了。蓝景怡看着那远去的背影，拍了拍旁边的蓝思追道：“哎，思追，你有没有感觉韩光君今天好像特别高兴？”蓝思追道：“是有点，平时他们这么张扬的玩耍，只要一被发现便是禁言，有时候还要倒立抄家规，一直抄到吐血。今天席间讲话肯定是被发现的，但蓝忘机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。”蓝景怡道：“莫不是温家被灭，普天同庆？”蓝思追道：“不是吧，韩光君在射日之争中，不管是多大的胜利都没有一丝笑哎。”蓝景怡点点头：“这倒也是，像韩光君这样的，估计都对胜利无感了。”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鬼鬼祟祟地凑到蓝思追耳边道：“那韩光君会不会什么？就是那个。”“哪个？”蓝景怡急道：“就是有新月的仙子了吗？”他这一番喊叫，席间所有小辈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，两人被诡异的目光打量着。蓝思追急忙捂住了他的嘴，倒是先红了脸，道：“不会的。”蓝景怡不依不饶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蓝思追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去送早饭的时候听到韩光君房里有其他人了呀，而且韩光君还是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对别人说话。”蓝思追摇摇头，脸更加红了。“兴许是听错了吧？”蓝曦臣见着蓝忘机，微微正然，笑道：“忘机，你今天好像很高兴。”蓝忘机，蓝曦臣略微思索，让我来想一想，可是那一位回来了？蓝忘机，是。对于自家弟弟这些年来的经历，蓝曦臣都看在眼里，对于是妖是人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。蓝忘机看着蓝曦臣，犹豫了一会。“蓝曦臣，
你可有事要说？蓝忘机沉默了一会，摇摇头。关于魏无羡是九尾这个事情，到底该不该告诉蓝曦臣，他自己也没有把握。不过看魏无羡的性子，估计是不愿太多人知道的。蓝曦臣笑道：“罢了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吧。日后再说吧，反正来日方长。”魏无羡在外溜达了没几天，就按捺不住心思滚回蓝忘机房间了。碍于身份，他平常都是换作狐狸模样，掩去自己的九尾气息，在蓝忘机的袖子里面睡得不亦乐乎。蓝忘机和别人谈话，无论是干什么都不会避开他。魏无羡心里有数，在谈一些仙门百家的内部事情时，自然而然会将耳朵垂下，眼睛一闭，两耳不闻嗅外事。